乌军无人机袭击俄沃罗涅日市，俄空军基地持续爆炸。北约与乌克兰的作战目的就是要让俄罗斯在巨大消耗下无力再战，主动撤出乌克兰并签订和平协议。继英国之后，乌克兰正在与另外6个国家谈判安全协议。伊朗袭击叙利亚，首次使用城堡破坏者中程弹道导弹。瑞典将向拉脱维亚派兵，参加沿俄罗斯边境的北约行动。日本2024财年防卫预算再创新高。A50预警机出事的问题，俄罗斯还没理出头绪，沃罗涅日市就宣布进入紧急状态。1月15日夜间到16日凌晨，乌军无人机袭击距离乌克兰边境约180公里的俄罗斯沃罗涅日市，该市空军基地持续爆炸。1月16日，乌克兰 TSN 新闻网报道称，沃罗涅日市的空军基地被无人机袭击，一夜之间至少发生了16起爆炸。俄国防部称，在沃罗涅日上空摧毁5架并拦截3架乌克兰无人机，另有4架无人机在比尔格罗德上空被拦截。不过，对于该空军基地的损失，俄罗斯国防部只字未提。这也没办法，在 A50 出事的情况下，不适合报道战机的损失。值得一提的是，俄罗斯这类的损失会越来越多。乌克兰计划在2024年装备至少100万架无人机，打击俄罗斯军用设施。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无人机操作员短缺。1月16日，乌克兰 LIGA-NET 媒体报道称，乌克兰当前的操作员短缺，为了有效使用这100万架无人机，正在大批量培训无人机操作员。从实战效果来说，简单的将无人机转移到前线根本行不通，只有专业的操作员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无人机在电子战影响下的损失。而且无人机的侦察任务也是需要技术的，毕竟要指引火炮摧毁敌方装备。同时，继英国之后，乌克兰正与另外6个国家谈判安全协议。英国首相苏纳克前脚刚离开基辅，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顾问弗拉迪斯拉夫·弗拉修克就表示，正在与美国、德国、意大利、法国、加拿大和波兰进行谈判，以签署安全协议。目前，加拿大驻乌克兰大使纳塔尔卡此末自称，1月12日，加拿大已经向基辅递交了相关协议草案，以便开始更详细的谈判。预计在几周内，加拿大就会完成与乌克兰之间的谈判。签署安全协议之后，签署国的对乌援助就变成了义务，而不是之前的国际道义，援助的性质完全改变。根据乌克兰与英国的双边协议，以及与其他国家可能达成的类似协议，乌克兰以及盟国在遭受外敌入侵时提供相互安全保障和援助。当然，目前主要是对乌克兰的援助。不过，乌克兰总理德尼斯·施米哈尔强调，如果盟国未来面临外敌入侵，乌克兰也会做出类似的承诺。让火力军来说的话，这些安全协议的本质就是让乌克兰逐步融入北约体系。弗拉修克评论这些协议时指出，这意味着俄罗斯将面临欧美至少7国源源不断物资供应支撑的乌克兰，一个援助乌克兰的新统一战线正在形成。就乌俄当前的局势来看，北约与乌克兰的目的就是让俄罗斯在巨大消耗下无力再战，主动撤出乌克兰并签订和平协议。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去年就提到，让俄罗斯武装力量慢慢失血，直到丧失武装进犯所有邻国的能力，这是最安全的方式。但对于乌克兰来说，这意味着更长时间的战争。只是就国际形势而言，这或许是最好的选择。华尔街日报首席记者亚罗斯拉夫·特罗菲莫夫之前就指出，2022年秋天经历哈尔科夫和赫尔松惨败之后，俄罗斯武装力量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而这也导致了美国对乌援助的减少。面对这一局面，俄罗斯掏出了核大棒，因此在扎卢日内提出继续向克里米亚边境挺进时，美国并没有同意这个计划。之后，俄军迎来了喘息之机，苏洛维金利用这个时间窗口，在第聂伯河左岸和扎波罗热构筑防线，保住了对克里米亚陆地走廊的控制权。如果2022年向南进攻的计划获得批准，战争的进程或许会完全不同。只是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当时都不会选择赌博。即使可以确定俄罗斯有 99.99% 的可能不会使用核武器，剩下的 0.01% 的可能性也不能忽略。而且将俄罗斯拖入战争泥潭，也是北约一直想看到的。中东地区，伊朗袭击叙利亚与伊拉克，
首次使用哈比尔舍坎中程弹道导弹。当地时间1月16日，伊朗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表示，当天凌晨向伊拉克、叙利亚等地发射了24枚导弹，其中11枚导弹袭击伊拉克，13枚射向叙利亚。射向叙利亚的导弹中还有4枚哈比尔舍坎中程弹道导弹。这次袭击被认为是伊朗弹道导弹有史以来最长的一次。哈比尔舍坎中程弹道导弹是伊朗研制的第3代弹道导弹，绰号为城堡破坏者。导弹长约 10.5 米，弹径 0.8 米，发射重量 4.5 吨，采用固体燃料火箭发动机，射程约为1450公里，战斗部重量为500公斤。哈比尔舍坎导弹的重量相较上一代产品减轻1/3，发射准备时间是同类导弹的1/6，其采用一种空气多面的制导型载入体，弹头的稳定群不明显。如果弹道导弹射程不大，载入速度不高，对弹头气动要求较低，所以普遍采用了圆锥形弹头外形。但是当弹道导弹射程超过1000公里之后，弹头控制的防热要求就高了，需要给导弹设计一个稳定群，可以让导弹载入大气层之后，利用空气的阻滞，强迫导弹指向前方，可以理解为羽毛球上的羽毛段，同时可以降低一定的下落速度，保证弹头突防系统的正常工作。像伊朗早期研制流星中程弹道导弹时，射程大约为1000公里，还是采用普通的弹头外形。等到流星 3B 导弹时，射程增加到1800米，就为导弹设计了稳定群。不过稳定群的缺点还是会占用载荷空间，所以一般是弹道导弹载入技术比较初级，或者在防热技术材料和结构设计理论很难取得突破的情况下才使用。伊朗这次使用的哈比尔舍坎导弹，则是首次在导弹上采用空气多面的载入体，有比较复杂的双锥体设计，主要指导控制是弹头上的气动弹翼以及精准自控系统等。不过上面也有小型稳定群，估计是加一道保险，性能应该还是可以的。这次袭击算是伊朗证明自己可以在其边境附近和境外执行精确导弹打击。另一边，瑞典向拉脱维亚派兵参加沿俄罗斯边境的北约行动。瑞典虽然还未加入北约，但已自觉开始行动。据美国新闻周刊的报道，瑞典的入约虽然仍在等待匈牙利和土耳其的批准，但其总理克里斯特松强调称，瑞典不会坐等土耳其和匈牙利国会批准入约申请，将派遣本国部队到拉脱维亚参加在北约东区边界的行动，也就是参加沿俄罗斯边境的北约行动。虽然尚不清楚此次参与行动的瑞典部队规模，但据瑞典每日新闻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称，参与行动的部队将由大约800名士兵和装甲车辆组成，计划于2025年初抵达拉脱维亚，加入由加拿大领导的北约加强型前沿驻军战斗群。这是4个位于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和波兰的战斗群之一，同时也是抵御未来俄罗斯对波罗的海国家地面入侵的第一道防线。对于瑞典宣言，拉脱维亚国防部长什普鲁兹表示，这是个好消息，北约部队的存在对拉脱维亚的安全非常重要。至于瑞典的入约申请，土耳其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上月底已批准瑞典加入北约的申请，这是在拖延19个月后向扩大北约迈出的关键一步，下一步将是在国会全会进行表决。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本月初也曾表示，土耳其很可能在未来几周批准瑞典加入北约申请。那如果瑞典成功入约了，会有什么影响？俄罗斯又会有什么反应呢？我们参考芬兰入约分析一下，芬兰入约的影响是巨大的。芬兰政府于2024年1月11日决定，将继续关闭芬兰与俄罗斯之间的边境口岸至2月11日。同时，在芬兰允许美军在其境内设立军事基地、部署军队后，极大加剧了俄罗斯的战略压力。不仅让俄罗斯新增加了长达1300公里的陆地边界防御，同时也使北约部队离俄罗斯的克拉半岛、圣彼得堡等战略要地距离更近，也对俄罗斯在极地、北海和巴伦支海的核设施和潜艇基地、北方舰队产生直接威胁。若是此时瑞典再加入北约组织，那北欧5国将成为全北约阵营，俄罗斯将面临来自北约的 U 型包围，安全形势将进一步恶化。毕竟瑞典自身的军事实力可圈可点的，同时也能为北约带来极高的军事价值。瑞典是北欧5国中唯一拥有较完备工业体系的国家，拥有独立的航空工业、汽车工业以及较为独立的军用造船工业，
甚至是核工业也有所涉猎。在这些行业中，又以萨博公司最为出名，先后产出了包括萨博17、萨博21、萨博29在内的一系列战机。后来发展出的萨博35更是人类史上第一款做出眼镜蛇机动的战机。哪怕时至今日，萨博公司依旧有 JS39 鹰狮作为拳头产品。鹰狮战机不仅装备于瑞典本国空军，同样也出口至多个国家，与阵风、台风并称欧洲三雄。此外，萨博还有5代战机在研发，同时也在和法国达索一起搞神经元无人机项目，可以说其潜力无穷。与萨博公司齐名的另一瑞典军工巨头博福斯公司，博福斯还与瑞典德斯维克公司合作，催生出了瑞典陆军体系中特有的 STRV 系列坦克。1994年，瑞典引进豹2 A4 主战坦克，作为新坦克完成之前的暂代。其中，瑞典服役的豹2 A4 被命名为 STRV-121，而新生产的则被命名为 STRV-122。在2023年10月份，瑞典王国国防物资管理局与德国克劳斯马菲维格曼公司签署了一份价值 3.2 亿美元的合同，又将现役的44辆 STRV-122 坦克进行升级。升级后的坦克被命名为 STRV-123A， 整体水平达到豹2家族最新的 A8 水平。其更换了 STRV-122 坦克的坦克炮和所有的电子元件，如将原本的44倍镜120毫米滑膛炮换装成55倍镜的120毫米滑膛炮，拓展了其使用可编程弹药的能力，从而提高坦克火力，并为炮手和车长提供新的夜视系统，为驾驶员提供新的热成像摄像机，提高了战场态势感知能力。STRV-123A 还将安装新型橡胶履带配件，以增强移动性和耐用性。升级后的坦克预计将于2026年开始向瑞典陆军交付。瑞典的另一拳头产品是乌俄战争中显微的弓箭手自行火炮，它至今仍在瑞典陆军序列之中，也是世界上自动化程度最高的155毫米车载炮。其利用自动化操作，可使火炮从行军状态转入作战状态，最快只需30秒，打光20发预备炮弹只需要 2.5 分钟，并且通过弹道计算的设置，能够实现5发炮弹同时命中的效果。火炮最大射程64公里，进行直瞄射击时，作战距离2000米，具备一定的反坦克能力。在自主作战方面，弓箭手火炮通过目标捕获系统以及其他软配置，该炮能够在信息化战场上高效准确地攻击目标，而不是靠传统的观测、引导、校正、再火力覆盖的复杂射击方法，能第一时间将火力精确覆盖敌方目标。2023年11月份，乌军第45独立炮兵旅就曾单独展示过该武器，可见瑞典陆军实力的强大。此外，瑞典甚至还曾经有过详尽的核武器研发计划。早在1947年，苏联尚未拥有核能力时，瑞典就已经开始核武器研发的10年计划。虽然最终因核武器载具耗资过于巨大而放弃，但瑞典仍成功于1953年成为全球第3个建立核反应堆的国家。在其他方面，如经济、科技水平等，瑞典也有相当高的水平，特别是电信、科技创新、工业制造等各业，在全球都是名列前茅的存在。所以，瑞典如果加入北约，北约将是全方位综合实力的提升，而且瑞典的加入也能为北约带来极高的战略价值。芬兰的加入可让俄罗斯克拉半岛、圣彼得堡等地丧失力量，那瑞典的加入势必会粉碎俄军在波罗的海的力量。在16世纪和17世纪初，波兰、丹麦和瑞典为了波罗的海的领导权发动多场战争，最终瑞典基本控制了整个波罗的海。到了如今，瑞典在波罗的海的领海面积依旧最大，且通过哥德堡可自由出入北海，加上近年来瑞典大力发展海军力量，预计到2025年时，其军队人数将扩充至9万人，瑞典也将成为这一区域战略意义最高的国家。瑞典最大的岛屿是哥特兰岛，占瑞典总面积的1%以下，但位置十分重要，位于波罗的海中心地带，距离俄斐蒂、加里宁格勒仅200公里。瑞典如果入约成功，势必会对哥特兰岛进行改造，将其打造成波罗的海最大的空中和海上活动中心。只要在哥特兰建立通信设施，就可以将其变成电缆中继站，足以满足北约的指挥和控制需求，甚至可以在其上部署防空、反潜系统。届时，俄罗斯的波罗的海舰队将彻底处在北约雷达和巡逻的监视中。另外，圣彼得堡也处在波罗的海沿岸，这里有俄海军总部驻扎地，一旦军事打响，圣彼得堡必将最先遭受打击。
加上俄罗斯在北约地区没有盟友，在境内西北地区的部署又不太多，俄军只能被迫孤军奋战，不仅很难长时间战斗下去，而且在波罗的海也将寸步难行。更何况北约有规定，只要任何盟国遭受攻击，便视为对所有成员国发起进攻，北约将会采取军事行动。可见，瑞典加入北约将彻底打破波罗的海周边国家的格局，俄罗斯在波罗的海的军事力量将得到彻底瓦解。不知道俄罗斯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在东亚地区，日本防卫预算再创新高。日本2024财年防卫预算公开，总金额达到 7.95 万亿日元，相较于2023财年增加了 1.1277 万亿日元。去年，日本制定了防卫力整备计划，将2023年至2027年的防卫预算总额定为43万亿日元。2024财年是计划实施的第2年。从日本公开的防卫预算具体内容来看，防卫装备研发预算达到8225亿日元，其中英日意3国研发下一代战机的费用约为640亿日元。在强化导弹防御网上，日本规划3731亿日元建造2艘宙斯盾舰，以此来代替陆基宙斯盾导弹防御系统。之所以这样做，是担心陆基宙斯盾在拦截导弹时，拦截弹的残骸会落入日本人口稠密区。此外，日本国防还获得815亿日元拨款，用于武器试验场地的建造与运营，4546亿日元用于宙斯盾系统。另外，日本还计划建造2艘新型护卫舰 FFM， 预算为1740亿日元，计划在2028财年交付，并配备舰射版12式导弹。根据三菱重工在8月份公开的提案中显示， FFM 护卫舰排水量达4880吨，舰长142米，舰宽17米，最大航速30节。出云号、加贺号准航母也将获得424亿日元改造费用，使其满足 F-35B 战机的起降。日本海上自卫队表示，加贺号在2023财年进行了重大升级，获得了3亿日元的卫星通信设备改装，2艘准航母将在2027财年完成所有升级。为了增加空军作战能力，日本将研发新型电子战机，预算为141亿日元，加强航空自卫队的制电磁权能力。新战机的研发将在 P-1 海上巡逻机上进行，日本与美国共同研发滑翔段制导弹药，将获得758亿日元拨款。日本主要负责发动机与拦截段的动力研发。在2024财年预算中，还有7340亿日元用于发展日本的反击能力，包括导弹发射台与防区外武器。其中961亿日元用于采购12式陆基反舰导弹的升级版，射程可达到1000公里。陆上自卫队将在2025财年部署该导弹，比原定计划提前了1年。另外，日本还将研发新型陆基反舰导弹与地对地精准制导弹药，预算为323亿日元，计划在2030财年之前完成开发，射程将超过日本现役导弹。在2023年日本国际防务展上，川崎重工就展示了一款新型隐身反舰导弹，名为岛屿防御反舰导弹，此次拨款就与这项计划有关。为了提高日本后勤能力，日本国防还将拨款173亿日元，在长崎县竹松驻地新编第3水陆机动团。2025财年在广岛县无基地建立海上自卫队运输队，为海陆空提供服务。运输队的成员将从海陆空自卫队中抽组。除此之外，日本拨款830亿日元，建造一艘排水量14500吨的补给舰，增强自卫队海上保障能力。计划在2028财年交付，将接替日本海上自卫队石河田级补给舰执行任务。多用途战斗支援水面无人机将获得248亿拨款。另外，日本还有无人两栖车辆与水下航行器的计划，这些都将在今年进行研发建造。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我是火力军，下期见。